上午10点，一架由波音747-8改造的私人飞机在金陵机场降落。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继承人史蒂夫·罗斯柴尔德与他的随行人员同机抵达之后，便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入关程序。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华夏的工作人员早就在此等候。虽说史蒂夫还不知道何年何月能执掌大权，但在其他人看来，他就是整个罗斯柴尔德家族真正意义上的2号人物，所以对他自然恭敬有加。史蒂夫出机场时，机场外已经有一支凯迪拉克组成的国宾车队在此等候。这些车辆全都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从美国订购的总统同款座驾，虽然看起来不如劳斯莱斯那般奢侈豪华，但这每一辆车的造价都比劳斯莱斯幻影还要贵上许多。事实上，捞钱家族也早已经抛弃了劳斯莱斯，现如今的劳斯莱斯车主更多是年轻的富二代，或者那些靠炒币或者自媒体陡然暴富的年轻人。史蒂夫坐进一辆放单防爆的凯迪拉克之后，便直接吩咐接待的负责人道：“去天香府。”负责人是昨天紧急从燕京赶过来的，对金陵并不熟悉，但前往天香府的路线他已经仔细研究过，于是便不假思索地说道：“好的，先生，我们直接前往天香府。”此时的天香府已经暂停对外营业，停车场由专人看守，一辆车也没有放进来。洪武开车载着叶晨和陈泽楷先一步抵达天香府。停好车后，叶晨大步走进天香府的大门，对一旁的洪武说道：“洪武，你是东道主，稍后就由你在这里接待。记住，无论他们一行来多少人，都只能让史蒂夫·罗斯柴尔德一个人进来。”“好的，叶大师。”洪武重重点头，随即又说道：“对了，叶大师，您让我准备的商务车已经在后门停着了。”“好。”叶晨微微一笑，说道：“记住，对这个史蒂夫也不用太客气，免得他真以为自己是什么贵客，心里摆不清自己的位置。”洪武点头笑道：“叶大师放心，洪武有分寸。”叶晨冲陈泽楷招呼一声，道：“老陈，咱们去包厢等吧。”洪武忙道：“叶大师，我带您和陈总上去吧。”叶晨笑道：“又不是第一次来了，不用这么麻烦。”洪武点点头：“钻石包厢，您知道的。”叶晨与陈泽楷迈步上楼，洪武便留在1楼等候。来到包厢，叶晨便直接坐在了正对大门的主位，然后对陈泽楷说：“老陈，你坐我左手边。”“好的，少爷。”陈泽楷恭敬点头，随即便在叶晨左边坐了下来。今日刚赶回金陵的陈泽楷并不知道罗斯柴尔德家族来人的意图，他有些紧张地问道：“少爷，一会见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注意？”叶晨微笑道：“也没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记住别太把他当回事就行了。”陈泽楷略微错愕，随即便重重点头：“好的，少爷，我知道了。”很快，凯迪拉克组成的车队便从天香府正前方的路口浩浩荡荡地开了过来。洪武见到车队，便吩咐停车场的小弟让他抬杆放车队进来。车队陆陆续续进了车位之后，立刻下来10多名身穿黑色西装的保镖，他们一下来便立刻用专业的站姿将史蒂夫的车围了起来，警惕地看着四周。其中一个金发白人迈步走向天香府，洪武也在这个时候迎着他走了出去。那金发白人仿佛中情局的特工一般，一边警惕地左看右看，一边用佩戴的对讲机麦克风低声说道：“所有人原地待命，注意警戒。”言罢，洪武已经来到他眼前。他上下打量洪武，问他：“你是天香府的负责人？”若是叶晨没提前跟洪武打招呼，洪武估计也会被眼前这人的架势唬住。不过此刻的洪武已经知道史蒂夫的身份，以及接下来他的养狗场行程，所以也完全不把面前这人看在眼里，只是不屑地说道：“什么负责人？我是这的老板。”说罢，洪武挑了挑眉，问他：“你呢？你是这个车队的保安队长吗？”那人没想到被冠上保安队长的头衔，有些不悦地说道：“我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安全顾问，曾就职于 C。” 别说了，洪武伸手打断他，
淡淡道：“我亲自过来，只是为了对接一位名叫史蒂夫的客人。既然你不是，就不用跟我废话了。我们老板在楼上等着，告诉史蒂夫，不要在车里摆谱了，赶紧下车跟我上去。”说罢，洪武不顾对方一脸恼火，继续说道：“对了，只有他一个人能进天香府的大门，其他人一概不许进入，也不许离开停车场半步。”对方本就有些火大，一听这话更是怒不可遏，当即怒道：“你不过就是区区一家饭店的老板，谁给你的资本敢这么跟我说话？你知道罗斯柴尔德先生的安全有多重要吗？”洪武淡淡道：“反正我老板已经在楼上等着了，你老板上不上去，直接给个痛快话。”一直在车里的史蒂夫通过车内司机和保镖的对讲系统，已经将两人对话听了个一清二楚。一听洪武都这么说了，摆明是不准备有任何让步，于是便赶紧推开车门走了下去。安全顾问正要跟洪武理论，见史蒂夫亲自下车，连忙转身朝他跑去，开口说道：“先生，您不能自己上去，我们无法保证您的安全。”史蒂夫摆摆手：“没事，叶先生既然是东道主，安全方面肯定是有保证的，你们在这里等我就好。”那人赶忙说道：“先生，这……”史蒂夫打断他：“行了，不用说了，这里是叶先生的地盘，要足够尊重，让你的人都回车里等着，我不出来，不许下车。”史蒂夫心里很清楚，自己带来这些保镖虽然都是顶尖特工，但在叶晨面前都是白给，更何况他们在华夏没资格持枪，实战能力大打折扣。这种情况下，如果叶晨真想整自己，他们在和不在都没什么区别。与其这样，自己还不如干脆点，直接跟着眼前这个天香府的老板上去得了。安全顾问见史蒂夫坚持，也不好再多说什么，只好将自己的对讲机从腰间取下，递给史蒂夫：“先生，有任何需要，按上面的红色按钮，我们会第一时间赶到。”“不必了。”史蒂夫摆摆手：“我带着这个，肯定会让叶先生误会的。”说完，史蒂夫没再与他多说，直接来到洪武面前，笑着说道：“你好，我是史蒂夫·罗斯柴尔德，辛苦你带我去见叶先生吧。”洪武点点头：“跟我来。”史蒂夫跟着洪武进了天香府，一路来到了钻石包厢的门口。此时的包厢大门敞开着，所以他一眼就看到坐在正对门口位置上的叶晨，于是他赶忙笑着迎了上去，谄媚地说道：“叶先生，终于又和您见面了。”叶晨点头一笑，说道：“来来来，史蒂夫，随便坐。”史蒂夫看着眼前10多个位子的大圆桌，一下子有些犯难。他不太了解华夏人吃饭的规矩，这桌子属实硕大，要是与叶晨坐面对面，说话估计都得大点声才行。可是偌大的桌子，这么多空位，自己要是硬凑到叶晨跟前去坐着，确实又显得有些过于巴结。就在史蒂夫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叶晨直接拍了拍自己右手边的座位，笑着说道：“坐这儿吧，史蒂夫，这桌子太大了，坐得远显生疏，干脆咱们就坐近一点，也显得亲近。”史蒂夫赶紧点点头，来到叶晨身边坐下。叶晨随后指着史蒂夫隔壁的空位，对洪武说道：“洪武，你跟史蒂夫挨着坐吧，多熟悉熟悉。”洪武点点头：“好嘞，叶大师。”待史蒂夫落座之后，叶晨便开口道：“来，史蒂夫，我给你介绍一下，你身边那位是我的手下，也是天香府的老板，洪武，洪先生。”史蒂夫连忙客气地说道：“洪先生你好。”洪武嘿嘿一笑：“你也好，你也好。”叶晨又指着身边的陈泽楷，介绍道：“这位是我们叶家现在的大管家，也是叶家的总代理人，陈泽楷，陈先生。”史蒂夫点点头，忙道：“陈先生你好，幸会幸会。”陈泽楷也十分客气地说道：“您客气。”叶晨接着对洪武和陈泽楷说道：“洪武，老陈，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目前的族长继承人，史蒂夫·罗斯柴尔德先生，百科上有他的介绍，你们没事可以搜着看一下。”
两人都非常客气地连道幸会。即便两人都是叶晨的手下，而且洪武似乎还是个餐厅老板，但史蒂夫丝毫不敢摆谱，一脸谦虚地说道：“能认识二位是我的荣幸，二位将来到美国，请务必跟我联系，也让我有机会尽一下地主之谊。”叶晨笑道：“史蒂夫果然热情好客，待会儿一定要好好喝上几杯。”说罢，他便对洪武说道：“洪武，让服务员先上凉菜和白酒，咱们边喝边聊。”好的，叶大师。洪武赶紧张罗，早已经备好菜的后厨也立刻让服务员将准备好的凉菜一道道端了上来。史蒂夫还没回过神来，陆续进来的9位服务员便端上来8道凉菜，以及1瓶5斤重的年份金爵茅台。就在史蒂夫看着硕大的白酒瓶一脸错愕的时候，服务员已经把他面前的分酒器倒满，随后又为他倒上了1杯酒。待服务员离开之后，叶晨端起酒杯，微笑道：“来，史蒂夫，欢迎你来到华夏。按照我们这的规矩，咱们先一起喝3杯。”史蒂夫闻到那浓烈的白酒味道，惊呼道：“这酒度数不低吧？”洪武笑道：“53度高高的，正经珍藏茅台。”53度，史蒂夫惊了，脱口道：“什么都不干，上来就先喝3杯吗？”叶晨笑道：“客随主便吗？你千万不要觉得我是故意欺负你，我们这里就是这么个规矩。饭局开始的时候，所有人先共同喝3杯。”叶晨确实没有骗史蒂夫，开场3个酒几乎是华夏大多数城市酒场上的规矩，只不过根据地区平均酒量的不同，选用的酒类度数以及酒杯大小也会有所不同。酒量高的3杯高度白酒，1杯至少1两打底；酒量低的3杯普通啤酒，1杯至少150毫升。史蒂夫也知道叶晨不会骗他，只是他心里还是有些疑惑，喃喃道：“我也接受过华夏人的宴请，可是没这么喝过酒啊。”叶晨笑道：“以你的身份，以前请你吃饭的人哪敢逼你喝酒？就算有这样的规矩，遇见你怕是也绝口不提了。”说着，叶晨话锋一转，开口道：“我就不一样了，我1不求你办事，2不找你借钱，3不靠你提鞋，那我怎么能为了你坏了规矩？你说是不是？”史蒂夫一想，叶晨说的也确实没错，在美国，自己身边遇到的人，自身就觉得低自己一头，对自己自然也是百般恭敬。在酒桌前，自己要是不举杯倡议，谁也不敢动酒杯一下，所以无论什么规矩，都敌不过自己的规矩。可是叶晨就不一样了，是自己上赶着讨好他，那就自然要按他的规矩来。想到这，史蒂夫连忙说道：“都怪我以前不了解华夏酒桌的规矩，既然这样，那我就入乡随俗，您说怎么喝，我就怎么喝。”叶晨点点头，端起酒杯来，笑着说道：“3杯酒大家一起端，正所谓感情深一口闷，咱们就满杯拿起空杯放下，喝完3杯，咱们就自由发挥。”史蒂夫看着容量约莫20毫升的酒杯，心里暗暗打鼓，暗忖这么烈的酒，连冰块都不加，直接喝岂不烧胃？正琢磨着，叶晨已经端起酒杯，十分爽快地说道：“来，诸位，第1杯，干了！”洪武和陈泽楷连忙也端起酒杯，与叶晨的酒杯碰到一起，高喊：“干了！”史蒂夫有些发怵，但也只能有样学样，与3人碰了碰杯，硬着头皮说道：“好，干了！”叶晨和洪武、陈泽楷都是一口喝光。史蒂夫虽然不太适应这种喝酒的方式，但也果断地咽了下去。叶晨满意的点点头，拿起筷子来，笑着说道：“来来来，大家一起动筷子吧，吃几口菜，咱们再来第2杯。”史蒂夫无奈，也只能像叶晨说的那样，客随主便。3轮白酒过后，史蒂夫已经稍稍有些眩晕。他其实酒量并不差，平时也经常喝些干邑、威士忌、伏特加这种高度酒，只不过没试过这种有些着急的喝法。此时，叶晨看着史蒂夫，好奇地问道：“对了，史蒂夫，你这次来金陵，到底是要办什么事？我在金陵也算个地头蛇，说出来我没准能帮到你。”
史蒂夫一听这话，心里也顿时一喜。他来到金陵，其实是两眼一抹黑，毕竟当初霍格维茨家族就派人来找过，只是所有线索都中断了，找了许久，最后无功而返。这次他原本是想抓紧时间先来，也好给老爷子霍华德一个好印象，让他觉得自己对这件事情非常重视。但具体要怎么找那对父子，他自己也没想明白，只能先来金陵，拜会完叶晨再说。现在叶晨主动提出帮忙，对他来说当然是最好的。于是他便对叶晨说道：“叶先生，实不相瞒，我这次来金陵是来找人的。”